老特访华已经结束好几天了，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访华的名场面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么说吧，本以为老特带着一群美国政要、商界顶流过来，是要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大事，结果万万没想到，这群身价千亿、位高权重的大佬一落地就彻底放飞自我，全员秒变松弛游客，只有老特一个人到最后活成了孤家寡人。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首先登场的就是国务卿卢比奥。据现场画面显示，这大哥一进会场，眼睛就不够用了，对着咱们的内部建筑装修指来指去，东瞅西看，那好奇劲儿堪比刘姥姥进大观园。小编猜测，他心里说不定在嘀咕：这装修也太气派了，回去赶紧跟董王建议，把白宫黄金舞厅也改成这样，多有面儿。除了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特有意思，堪称非人式访华。据悉，他在日本和高市早苗就象征性见了不到20分钟，连坐都没坐热乎，就光速登上飞机直奔中国，那急切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国有什么好吃的在等他。反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显得拘谨多了，全程摆着一副防御姿态，和其他政要的松弛感形成鲜明对比，估计是没见过这么热闹又有秩序的场面，有点放不开。最离谱的还要数董王的儿子埃里克和儿媳劳拉，这小两口压根儿不是来陪老爹搞外交的，纯属来旅游打卡的。现场照片显示，两人在楼梯中间摆各种姿势拍照，笑得一脸开心。配文还写着难忘之旅，完全不管老爹在一旁忙着会谈，主打一个各玩各的。还有董王专属的福克斯新闻首席政治主播布雷特拜尔，更是把访华当成了带薪旅游。这大哥不好好待在会场报道，居然跑到大街中央拍新闻，不顾来往行人。网友调侃：大哥，你不怕被撞就算了，能不能考虑下路人的感受？更搞笑的是，他对着摄像头一脸委屈的抱怨：这里摄像头太多了，没人敢乱穿马路，一穿就罚钱，我司机就因为违停2分钟收到了40美元罚单。当然，随行的大佬里最有梗的还要数商界顶流们。第一个就是马斯克，活脱脱一个出门旅游的七大姑八大姨。今年马斯克都快60岁了，性子反而越来越活泼，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凑，一到现场就掏出手机对着4周录视频，那模样像极了给家人发视频报喜，妈你快看，这里好热闹，我出息了。晚间晚宴结束后，马斯克还被雷军堵住合照。雷军作为马斯克的资深粉丝，笑得合不拢嘴，两人时隔多年再次同框，画面十分亲切。很多人不知道，马斯克这次访华压根儿没待多久，晚宴一结束就直奔上海。网传他是去见老妈梅耶，不过小编要澄清一下，据可靠消息，梅耶只是常来中国参加活动，并不是定居中国。马斯克去上海更多是兼顾工作与私人行程，还在线发文点赞中国，说应该让更多人来中国旅游。接下来是苹果 CEO 库克，这大哥主打一个悠闲度假风，访华全程没怎么提工作，反而把北京、杭州、上海逛了个遍，连逛3家苹果专卖店，和粉丝握手合影，态度亲切的不行。闲暇时他还去外滩散步、爬景山，站在山顶俯瞰风景，拍照打卡的样子比普通游客还尽兴。要说全程最快乐的，绝对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彻底化身逛吃狂魔，一身标志性黑皮衣穿梭在北京胡同里，一点大佬架子都没有。据媒体报道，他特意去南锣鼓巷打卡方砖厂69号炸酱面，因为没有座位，就端着碗在门口大口吃，吃完还连连说 so good。除了炸酱面，黄仁勋还打卡了8块钱的蜜雪冰城，点了一杯半糖的蜜桃四季春，喝完对着店员竖起大拇指，看得出来是真心觉得不错，还打包带走了一杯。最搞笑的是，他被路人投喂北京豆汁儿，喝一口就眉头紧锁，一脸疑惑地问这是什么东西，那表情包瞬间火遍全网。果然再厉害的大佬也扛不住豆汁儿的威力。这边大佬玩得不亦乐乎，另一边的老特就显得有些孤单了。外网网友拍到的画面显示，老特访华结束后，独自一人收拾行李，孤零零地登上专机回国，而他带来的全明星天团没一个陪他回去的。马斯克在上海，库克还在逛街，黄仁勋还在逛吃，儿子儿媳在爬长城，就连福克斯主播都还在带薪打乒乓球。有外网网友吐槽，可怜的老头，别人都在享受，只有他在认真搞事业，像个被遗忘的大家长，来时浩浩荡荡带了一群人，
人，走时就自己一个人，太真实了。还有网友调侃，老特怕不是个带队的导游吧？任务完成了，队员们都散伙去玩了，就他一个人返程，太心酸又好笑了。其实吧，老特这次访华自己也挺开心的。看阅兵时，看到小朋友忍不住把孩子抱起来，笑得满脸宠溺，还直言那些小朋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那么快乐可爱，真的太棒了。他还参观了天坛，成为美国唯二参观过天坛的总统，上一个还是1975年的福特总统。估计老特心里肯定偷着乐，你看他们都尊重我，回去必须把白宫黄金舞厅修好，接待中国朋友。总的来说，老特这次带顶流天团访华，没等来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反而贡献了一堆搞笑名场面。大佬们全员游客化，只有他一个人孤身回国，反差感拉满，也成了全网调侃的焦点。老特孤身一人刚回国，北京就又要热闹起来了。5月16日，普京访华的日子正式敲定，锁定在5月19日至20日，美国和俄罗斯两大国领导人访华，只留了3天空窗期，这份迫切，谁看了不感慨一句太有排面了。更离谱的是，普京刚定下行程，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直接无缝衔接，确定将在5月23日至26日对华进行正式访问，2天空窗期都不浪费，这盛况真的让人倍感自豪。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各国领导人都扎堆来中国？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实力足以让世界各国主动靠拢。今年上半年，北京的访华热潮已经热闹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除了老特、普京、谢利夫，还有一大堆国家领导人接踵而至。韩国总统李在明、爱尔兰总理马丁、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理沃尔波、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有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等等。就连老特访华前后，还有不少国家领导人见缝插针来访。5月6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同步访华。5月11日，文莱王储乌赫塔迪比拉访华。5月12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要知道，这还是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暂停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情况下。要是没有暂停，来访的领导人只会更多，真正实现了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很多西方媒体猜测，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访华时间高度重叠，中国是不是要在美俄之间做出取舍？其实不然，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不依附、不偏袒任何一方，才能同时接待这2个大国的领导人。这就是中国的底气，也是世界各国愿意主动与中国合作的原因。很多人可能好奇，普京这次访华主要聊什么？小编觉得核心就是能源2字。众所周知，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了系统性阻断，导致俄罗斯传统输送通道萎缩超过60%，而剩下的输气能力唯一的方向就是中国。5月11日，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上，普京掷地有声地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准备在天然气和石油领域的合作方面迈出意义重大的一步。这意味着中俄能源合作将从单纯的项目落地转向体系构建，下一步很可能涉及管道扩容、本币结算、能源标准协同等关键领域，不再是简单的买能源卖能源。除此之外，谈了10年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线，这次也有望迎来突破。小编猜测，之前之所以不好谈，是因为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考量，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起多元化的能源渠道，不再缺 LNG， 俄罗斯和蒙古也没有了议价空间，反而让谈判变得顺利起来。目前该项目已经被提上日程。在货币结算方面，中俄也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中俄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占比已经超过 90%， 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必要时可以提供流动性支持，直接降低了货币风险和交易成本，摆脱了对美元的依赖，这也是两国合作深度的最好体现。普京访华结束后，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无缝补位。作为中国的巴铁，巴基斯坦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深厚友谊。这次访华也是为了深化两国的合作，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往来，再到能源合作，相信两国会迎来更多新的合作成果。其实，各国领导人扎堆访华，本质上是对中国实力的认可，对中国发展的看好。曾经我们需要主动走向世界，而现在世界各国主动向我们靠拢，这就是中国的底气，也是中国发展的最好证明。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